会还是比较的封手。这选手呢丝毫不错。注意看，邱建良被韩国刺客一拳打晃，读秒一次，邱建良还不算完，又击倒了中国3冠王杨卓一次。这一次击倒险些终结杨卓18连胜的战绩。此后，在中国7战7胜的韩国刺客金东秀彻底放飞了自我，于是便给小虎铁英华送去了生死挑战书。在此之前，金东秀已经称霸了中国拳坛半壁江山。自从在中国读秒了万人敬仰的邱建良和杨卓，这家伙在中国无恶不作，并且还扬言中国拳坛没有一个能打的，全部都是不堪一击的软蛋。这一次金东秀挑战铁英华，只为巩固他在中国拳坛的地位。其实韩国刺客金东秀打心底就瞧不起铁英华，看来这家伙是真把铁英华当成了一个送战绩的。殊不知，铁英华将会让金东秀明白什么是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小虎铁英华来自中国湖北，今天现场的父老乡亲们用掌声欢呼声，让他认为这里是他的主场。话就不多说了，来让我们欣赏一下铁英华是如何追着金东秀暴揍的。请长按3秒点赞。比赛开始。在金东秀来中国之前，已经对中国选手做了大量的研究，不然也不会轻易击倒读秒邱建良和杨卓。这2位可是中国搏击很难翻越的一座大山，竟然被金东秀轻松击倒，足以见得金东秀实力的恐怖。碍于金东秀在中国的影响力，在比赛开始之前，金东秀根本就没把铁英华放在眼里，甚至还扬言会在第1回合终结铁英华，继续在中国9胜不衰的统治中国拳坛。作为这个铁英华来说，这是第一次在他的家门口湖北来打比赛啊。赛前我跟他的父亲在一起聊天说，小伙子有一定的心理压力，因为第一次回到湖北嘛。的确，但是他会对于他也是压力，也是动力。对，他说我们会把这个压力变成动力的。铁英华这个选手就是拳法好、连击好，并且打法硬啊。现在面对韩国的这位选手呢，丝毫不错。击倒铁英华并不意外，毕竟金东秀的实力就在这摆着呢。但这一次并没有计算为击倒，所以裁判没有给铁英华进行读秒。重新站起来的铁英华气愤填膺，拿着铁拳就和金东秀展开了激烈拼拳。连续的重拳并没有击退金东秀，并且还激发了金东秀内心的潜能。韩国刺客的来历就是金东秀在前期的作战能力超乎常人，给对手一个重击。但是我们觉得现在铁英华，你看没有？现在改变一种打法了，打法稳健多了啊。跟这位经验丰富的韩国台派选手来打呢，一定要克制他的优势。这位选手就是打法比较灵活，而且腿法比较刁钻。现在我们也感觉这好像小虎啊，铁英华呢，他现在有点紧，把比赛节奏没有带起来。对，他不是说打的有点松，而是压力太大，他太想赢这场比赛了。把这个压力转化以后，我相信小虎铁英华根本不怂眼前这位韩国刺客。就算金东秀在前期的作战能力很强，那也无法让铁英华退缩。在与金东秀展开换拳的时候，铁英华并不是无脑和金东秀拼拳换脚，而是在不被金东秀重拳命中的前提下，对金东秀实施一系列的精准击打。看似这些拳头无法给金东秀制造威胁，那是因为铁英华打得还不够狠，毕竟这还只是第1回合，铁英华还是需要保存实力和金东秀进行后续的对抗。按照这个韩国的这个罗战基同孙翔那种打法还是有所不一样，没错，不一样。这个选手打法更油滑，今天双方在第2局里面打的确实比较黏呀。没错啊。这个韩国选手已经拥有43胜7负的战绩，这已经非常可观。作为23岁的年龄，他的经验非常。我们倒计时，小虎铁英华开始放开了，有意识加强后手之前的进攻，双方开始互拼。第2回合开始了，回合刚开始，金东秀就给铁英华来了一个踢裆，看来金东秀多少有点畏惧铁英华的猛打猛冲。这一次踢裆并没有影响到全局。铁英华绰号小虎，打起架来就会化身为一只正在下山的老虎，不管金东秀实施什么样的限制动作或者是进攻动作，都无法让铁英华停止对金东秀的拳打脚踢。自从金东秀来到中国之后，铁英华是首位敢和金东秀展开激烈对拼的选手，并且铁英华还可以做到全方位碾压金东秀。的确，除了在今天比赛里面，我们的中国选手的体能都非常好，而且打法还比较清晰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位韩国选手的爆发力和从0到全速的启动能力是非常好的，看起来软绵绵的，但是每一次的重击速度在运程上都非常有特色。
而铁银华就还是有一点点硬，我个人认为他是有一些紧张，而且在跟对方的对攻中呢，由于对方一直逼着他打，韩国刺客的作战能力很顽强，时时刻刻都在给铁银华制造麻烦，并且还会采取强制措施猛压铁银华内围做动作。反观铁银华才年仅18岁，没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和精湛的战术打法，唯一能做的就是拿着拳头与金东秀展开激烈对拼，打着不成功便成仁的旗号，一直在苦苦坚持。在混乱的拳法互换下，铁银华几乎已经忘记了腿法进攻，全心全意将重心放在了拳法进攻上面。起来很软绵绵，但是实际上每一个重拳打得都非常不错。我们看他的身法一直在躲铁银华的拳，铁银华现在连续的4个进攻。现在观众朋友们这是看到很难得。今天双方在第2局点里面打的确实比较黏呀。没错啊。第2回合即将结束，铁银华直接不装了，要和金东秀摊牌，拿着拳头就和金东秀展开了拼死搏斗，貌似不把金东秀打成猪头，铁银华绝对不会善罢甘休，甘愿放弃腿法进攻，也要拿着拳头给金东秀上一课。招惹谁不好，非要招惹一个正在从小虎蜕变成虎王的铁银华。金东秀不挨一顿揍，真的有点说不过去。不要被这个金东秀带入他那种黏黏的那种节奏当中，是的，那种防守的，你要把自己的特点打出来。我们看是小虎的一个后手的迎击拳，连击接腿的一个后手的一个重击。其实小虎在第2回合中段的时候已经开始掌握节奏了。铁银华其实最怕的就是 WF 全球公胜的男子67公斤级的超级战，红方是来自大东洋国际俱乐部的铁银华，他是湖北荆门人。第3回合开始了，经过2回合6分钟的试探，铁银华终于憋不住了，果断放弃腿法进攻，和金东秀展开拳法对拼。这一波猛攻彻底让金东秀意识到了敌我差距，为了在中国获得更大的成就和评价，金东秀也是拼了。胜率高达95%的金东秀完全把胜率抛在了脑后，毫无后顾之忧的和铁银华展开激烈拼拳。本场裁判马涛告诉金东秀不要利用这种带摔技术，虽然在纯泰拳比赛里面可以，但是在 WF 自由搏击竞赛当中，这种带摔是不允许的，因为我们取消了主动的摔法。这位韩国选手呢，发现对方该在跟小虎对拼的时候不占优势，开始改变了比赛节奏。这位选手就是惊艳的表现。此时都已经到了第3回合，金东秀已经完全丧失了对比赛的掌控权。前2回合可以说金东秀占据大比分优势，但到了第3回合，金东秀就是一个强弩之末一丘之貉。对于铁银华来说，击败金东秀不仅可以完成一个里程碑，并且还可以在家乡父老面前力证中国力量。尽管金东秀很强很优秀，年仅18岁的铁银华照样表现得非常勇敢。但是铁银华就属于重剑无锋啊，我就跟你拼对攻，就跟你拼拳法。这种带盘袭击是没有任何的作用。这种刚才是带了最少一下，这个没是不是故意的踢到对方的一种裆部。现在我们看到金东翔利用一种踹，这一次踢裆给了2位短暂的喘息时间。很明显，金东秀率先忍不住了，所以上演了一出踢裆给裁判看。不得不说，金东秀的演技非常好，为了得到喘息的时间，不惜让赛事方扣除出场费。看来金东秀是真的想赢下这场比赛。进入第3回合，铁银华的体能优势慢慢的展现出来了。这时候，这金东秀就要利用这很难得的这种，实际上是无意识，因为双方都在护膝击对方的腹部嘛，是吧？那个有点低，但是绝对不是有意识的。那么金东秀抓住这种机会，作为一种体能这种调整。当然，铁银华也识破对手。一站在一起就要加强进攻的火力。我们看韩国选手的落点相对于铁银华来说更多变，但是铁银华的重击力量更好。韩国选手很擅长这种贴近了以后突然改变距离，然后铁银华虽然才年仅18岁，但铁银华是中国较为出名的拼打型选手，在互换拳脚方面还没服过谁。这一次就是想在家乡父老面前证明金东秀的实力不行。虽然这些拳头无法直接秒杀对手，但可以从中获得大量的点数优势，尤其是金东秀完全被铁银华牵着鼻子走。对小虎来说是互换的，所以小虎在防御上我觉得还是有一些不习惯。现在韩国人手的勾拳，金东秀体能下降，这时候
肖要抓住机会，要拼命的打击对手。前手之后，绕肉拳跟上，对上勾拳，再来2次、3次。韩国的选手的膝法也还击了一下。倒计时还有在第3回合，铁银华小虎的这个点数肯定是占据优势的，起码在第3回合，双方都拼了。铁银华的父亲非常担心铁银华的安危，不过比赛已经结束，保守来说，铁银华暴揍了金东秀一顿。总体来说，要不是金东秀的抗压能力和抗击打能力强，恐怕早就被铁银华的重拳打昏死过去。金东秀在中国拳坛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，从某种角度来说，金东秀算是首位给中国拳坛制造大麻烦。小虎铁银华今天的进攻速度比以前慢了很多，第一次在家乡父老面前比赛，他的心里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，他希望赢，也希望赢得漂亮。下面宣布比赛结果。麻烦的外国选手，最终铁银华获得了胜利。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，你会给铁银华打几分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，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